我一个人花4个月用 AI 做的游戏，在 Steam 新品节上打败了80%的对手。首先声明，这不是 AI 可以一键做游戏的营销号文案，也不是哪家 AI 平台的广告，更不是说我找到了一条躺着也能挣钱的割韭菜的视频，而是分享我是怎么从去年对 AI 一无所知，到今年才过一半就借助 AI 做出完整交付级别游戏的心路历程。这个视频的重点不是教你具体怎么用 AI 做一款游戏，而是分享我的一些在 AI 时代如何做出改变的思考与实践，希望对不一定想做游戏但是也想用 AI 做点什么的朋友也能有点启发。这个游戏是我今年2月底新建文件夹，其实到4月中旬1个半月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玩法和美术的开发，并且在自己的群开启了内测。从4月中旬到6月新品节期间，主要是做跨平台的支持、多语言的本地化翻译、装修 Steam 商店页和 Demo 商店页、制作和拍摄宣发物料、链接 Steam API、进行 Steam 实际测试等一系列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游戏不是简简单单的在引擎里运行一个可以录屏的概念视频，也不是打包出来可以分享给朋友玩的原型，而是完成了所有开发、测试、上架流程，符合行业交付标准的去 Steam 新品节和全球4000多个新游戏正面厮杀的试玩版游戏。那它的成绩怎么样呢？这款游戏在新品节获得了将近3000个愿望单，根据调查，3000个愿望单在所有参加新品节的游戏里排名前20%到30%。一个游戏能在新品节获得多少愿望单，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游戏在参加新品节以前就有的愿望单数量。而我的游戏 demo 在新品节前一天才发布，也就是说这个游戏是0愿望单在新品节直接冷启动的。根据调查，这类冷启动能拿到3000新增愿望单的成绩，能排到此类游戏的前10%到20%。所以综合下来，我说我的游戏打败了80%的对手并不夸张，而且我的游戏还被日本最大的 PC 游戏媒体 4Gamer 给转发了。所以虽然这个游戏不是什么爆款，但是我觉得它仍是一个经过阶段性的验证，可以成功实现商业化的项目。我从去年和大部分人一样，一会儿刷个视频说 AI 已经可以一句话生成整个游戏，一会儿自己试一下发现生成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智障，根本没法用，对如何正确使用 AI 完全一头雾水的状态。到今年才过一半就完成了用 AI 做出交付级的产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几个转变，下面我就把这些转变分享给大家。第一个转变就是我从以为 AI 会替代我的工作，转变成发现 AI 会替代我的行业。这个感悟是去年我从开始刷 AI 漫剧得来的。起初我只是干活的时候需要听一些播客、评书什么的都听腻了，想换个口味。 AI 漫剧这种没什么营养、量大管饱的垃圾食品反而适合我这种需要无脑放松的需求。但刷了2个月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用户时间已经被这个 AI 时代才会诞生的新物种给抢走了。那么赛道相近的短剧行业怎么办呢？一搜果然不咋地，快被 AI 漫剧给搞没了。所以很多短剧行业的从业者并不是他们的工作被 AI 替代了，而是 AI 搞出了一个新物种，把原来行业的需求抢走了。在去年有了这个感悟之后，我开始非常有危机感的正视 AI， 不会简单的去试试它能不能替代我的某一部分工作，发现还有差距之后就安心不做任何改变，因为它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我整个行业都一锅端了。但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机遇，这让我开始下定决心放下成见，潜心学习 AI。 第二个转变是我逐渐从 AI 这个东西行还是不行的思考方式，转变成了这个创作者用 AI 用的好不好的思考方式。其实从去年开始，视频和短视频平台开始出现大量的 AI 作品，早期的东西大多是粗制滥造的、不知所云的、没有任何看点的内容，造成了大家对 AI 做的东西都是垃圾的普遍认知。但是到了下半年，事情开始不一样了。我看到了 AI 做出了火爆的虚拟人物，我看到了因为 AI 产生的卖瓜宇宙，我看到了转型成功的 AI 视频博主，我看到了贾樟柯做的 AI 短片等等，这些让我开始意识到，作品好不好，关键还是看用它创作的人。在 AI 时代也是一样的，并且 AI 并不会抹杀人的创作性，而是抹平了以前个人创作者和大团队在制作规模上的鸿沟，让更多有创意、值得被看见的个人和小团队有更多机会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么游戏应该也是一样的。之前大家对 AI 游戏的抱怨，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用了 AI 做游戏，而是那些游戏的制作者本身就缺乏相应的能力和态度。而如果我用 AI 做游戏的态度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将游戏的品质提升到我本身手工无法到达的高度的话，那我的游戏是值得被玩家认可的，我就不应该对 AI 做游戏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迟疑和心理负担。第三个转变是我不再把 AI 当做我的助手，而是让 AI 当主创。30年前有一篇老论文，名字叫《发电机与计算机》，里边探讨的是发电机和计算机刚发明出来的时代，为什么在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对各自时代的生产力有巨大的提升。结论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生产流程和体系还是按照旧时代设计的，只是想着用新技术去平替旧体系里的某个岗位，是无法真正的享受新技术的红利的。我在今年之前还一直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之前我还和一个生成 3D 模型的 AI 网站的 CTO 聊过，我说
说这种技术的关键还是要能无缝的融入到现在 3D 游戏的 PBR 流程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对 AI 抱有怀疑态度的原因，因为它似乎无法100%替代某一个人类岗位的工作，无法完美适配现有生产流程中的某一环。但问题是 AI 无法替代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 AI 能力不行，而是现在的生产流程是给人类手工制作设计的。所以在这个项目上，我设计游戏的核心原则不再是让 AI 来平替我原本游戏开发流程里某一个工作，而是以如何能最大化发挥 AI 的优势来重新设计游戏的题材、玩法和开发管线。比如游戏题材上，我选择了挂机陪伴类游戏来发挥 AI 的绘画和音乐这两个最大的优势。在动画方案上，我放弃了常用的骨骼动画，而是借助 AI 生成动画能力选择了真动画，并且放大了角色在画面中的比例，来凸显人物头发、衣服、表情等细节的丰富变化，强化了 AI 的优势。在视角上放弃了 2D 游戏最常见的但是 AI 不擅长的正焦视角，而是选用了 AI 擅长的透视视角，并且根据透视视角的特点来重新布置场景。考虑到 AI 对最终图像的训练量远远大于贴图素材的训练量，在光影的管线上放弃了传统的先模型再贴图再灯光再渲染的加法模式，而是改用了让 AI 直接生成最终画面再反向拆解出场景元素的减法模式。而我的工作都是来弥补这套管线里 AI 不擅长的部分，比如如何让人物融入场景，如何按照游戏需求对图形进行2次处理，如何抹平各种 AI 工具中的缝隙。在开发模式上，我放弃了原本使用的 UE 纯蓝图开发模式，而是采用了代码加蓝图的开发模式，因为 AI 对代码的处理比蓝图强很多。在这个项目上，我不再把 AI 当作我的助手，而是把它当作才华横溢的主创，而我成为了解决 AI 创作障碍的辅助角色。这种从设计阶段就开始最大化发挥 AI 优势，避免 AI 劣势的思路，是我理解的并且尝试后发现行之有效的 AI 原生思路。结果也证明玩家最喜欢的部分就是 AI 为主创的部分，而玩家并没有对这款游戏大量使用 AI 产生很强的敌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成为了 AI 的奴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教练一样，发挥各种有能力的球员，把他们组到一起，尊重他们，为他们制定最合适的战术，做好后勤，最后赢得比赛。而获得这一切的成果也归功于我，哪个奴隶能有这种待遇呢？ AI 时代的到来确实让很多人的能力产生了贬值，但谁也无法阻挡这个时代的浪潮。我们能做的只是选择提前努力爬上浪头，还是原地不动等着浪来了被拍死。我的架子鼓老师给我讲架子鼓发展史的时候说，在发明架子鼓以前，大家都是像军乐队那样一人打一个鼓，一演出就要带好几个鼓手。后来架子鼓被发明出来了，好几个鼓往那一放，一个人打就够了。组织演出的一看，这个好呀，以前演出需要找3个人，一个人给100，现在只需要找那个会打架子鼓的就行了，给他120。我觉得这就是 AI 时代的未来，这是每一个技术变革之后普通人的命运缩影。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去当那个虽然更累，但起码还能有120可以挣的架子鼓手。